保仪大夫的传说及由来。保仪大夫是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一位重要神明，具有显赫的地位和丰富的传说背景。为了探讨保仪大夫的传说及由来，这篇文章将从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传说故事、祭祀活动及现代意义等5个方面详细阐述，并探讨其在台湾及华人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保仪大夫又称保仪尊王、保仪大人等，是台湾民间信仰中非常重要的护法神明之一，其崇拜主要集中于台湾中南部地区，尤以云林县、嘉义县及台南市的各大庙宇最为普遍。保仪大夫的信仰虽然源自于中国大陆，但在台湾却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和本土化。保仪大夫的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与中国古代的地方神灵信仰有一定的渊源。传说他本是一位忠勇的军官，名叫李文忠，因为保家卫国、忠勇无畏而受到百姓的爱戴。在去世后，他被视为地方的保护神，逐渐演变为被祭祀的神祇之一。其神格化的过程显示出保仪大夫的信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在台湾，保仪大夫被视为驱邪避煞的护法神，主要职责是保护信徒免受灾厄侵扰。在民间信仰中，保仪大夫具有多重功能，包括驱鬼逐邪、安宅镇煞、保护海上渔民以及照顾农民等，展现了其广泛的庇佑能力。保仪大夫在台湾的民间信仰中，常与其他神明共同被供奉，如关圣帝君、三官大帝、玄天上帝等。尤其是在玄天上帝的信仰体系中，保仪大夫被视为护法神之一，负责协助主神驱邪、除魔、保护信徒。这种多神供奉的现象在台湾庙宇文化中非常普遍，显示出神明之间的互补与联系。关于保仪大夫的传说故事众多，这些故事不仅为保仪大夫的神格赋予了丰富的色彩，也反映了当地民众对神明的信仰与生活的期望。李文忠的忠勇传奇是台湾民间信仰中保仪大夫神格的重要来源。这段故事反映了忠诚与勇敢的价值，并深植于信徒的心中。据传，李文忠是唐朝时期的一位将军，出生于军事世家，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武艺和过人的胆识。他在年轻时即投身军旅，屡次参与平定叛乱和边境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深受朝廷的重视和百姓的爱戴。在一次平乱的战役中，李文忠率军进入叛军盘踞的险地，由于敌众我寡，形势非常危急，但李文忠依然坚守阵地，亲自带领士兵冲锋陷阵。他的英勇表现鼓舞了士气，最终成功击退敌军。然而，在追击的过程中，李文忠不幸中箭落马，重伤不治，壮烈牺牲。李文忠的忠勇壮举让他成为民间敬仰的英雄，死后被视为护国护民的神灵，逐渐演变成保仪大夫的神格。在他的传奇故事中，忠诚与勇敢不仅是他个人的特质，也是当时社会对忠臣良将的理想形象。百姓为了感念他的恩德，开始建庙祭祀，祈求他在阴间继续保护地方安宁，驱邪除恶。这段忠勇传奇不仅塑造了保仪大夫的神格特质，也反映了台湾民间信仰对忠义精神的推崇。李文忠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其象征的正义与忠诚持续影响着后代，成为民众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台湾渔民对于保仪大夫的信仰非常深厚。据说有一次海上台风来袭，渔民的船只无法回港，
命悬一线。就在此时，保仪大夫显灵，以神力护住船只，使其顺利安全返回港口。此后，保仪大夫成为许多渔村的守护神。每逢出海前，渔民都会到庙中祭拜，祈求风调雨顺，出入平安，治疗龙王的病症。保仪大夫在一次旅行中误入一座山谷，发现一条巨大的龙正在痛苦地挣扎。龙王因为中毒而感到极度痛苦。保仪大夫仔细检查了龙王的症状，发现是由于吃了有毒的草药。于是他采用了对症下药的方法，运用了他从未用过的草药解毒配方。药剂服用后，龙王的痛苦迅速减轻，最终完全康复。龙王感激不已，将一批稀有的药材送给了保仪大夫，这使得他的医术更上一层楼，名声大振。某一天，皇帝突然病重，宫中的御医们束手无策。保仪大夫被召进宫中，经过仔细诊断，他发现皇帝的病症源自于长期的压力和不规律的生活习惯。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治疗计划，包括草药治疗和针灸调理。同时，他还建议皇帝改变生活方式，放松心情。随着治疗的进行，皇帝的病情逐渐好转，最终康复。皇帝感激地将保仪大夫封为保仪大夫，并赐予他丰厚的奖赏。一个偏远的村庄爆发了瘟疫，村民们陷入了恐慌。保仪大夫得知后，立刻赶往村庄。他发现瘟疫的源头在于村庄附近受污染的水源。保仪大夫迅速制定了应对方案，包括找到前进的水源，为村民配置防疫药剂，以及提高村民的卫生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瘟疫被成功控制。村民们感激地称他为救世主，并为他立碑以纪念。在一次旅途中，保仪大夫遇到了一个为祸一方的妖怪。这个妖怪经常偷袭过路人，对附近的村庄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保仪大夫利用智慧和医术，制作了一种能使妖怪失去力量的药剂，并设计了一个陷阱。妖怪中计后被成功制服，并最终被驱逐。村民们对他的智慧和勇气敬佩不已，为他立碑纪念。在晚年，保仪大夫寻找了一位热爱医学的年轻人，作为他的徒弟。保仪大夫将他一生所学的医术和秘方倾囊相授，年轻徒弟也勤奋学习，逐渐掌握了这些宝贵的技术。保仪大夫去世后，徒弟继承他的衣钵，继续行医救人，将保仪大夫的医学精神发扬光大。这些医学技术也因此得以流传下来。民间还有传说，保仪大夫拥有强大的驱邪治病的力量。有一名农民因误入深山遭鬼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甚至濒临死亡。家人无计可施之下，前往庙中祈求保仪大夫的庇佑。神明托梦给农民的家人，告知应该如何制作符咒，念诵咒语来驱邪。依照指示后，农民很快痊愈，家人感激不已，并在当地立庙祭祀，信仰日益兴盛。保仪大夫的祭祀活动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农历7月中元节和农历5月端午节等时节，祭拜活动更为频繁。这些活动通常包括诵经、奉香、祭品献礼及神教巡游等。在农历7月中元节期间，台湾各地的庙宇会举行普渡祭典，以安抚孤魂野鬼。作为驱邪神明的保仪大夫，往往在此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信徒会准备大量祭品，包括生礼、纸钱及祭膏等，祈求保仪大夫能够驱除邪灵，
保护信众的家庭平安。保仪大夫的神教出巡也是一项常见的宗教活动，尤其是在地方性的大型祭典或庙会中，信徒相信神教出巡可以驱散阴邪，维护社区的安宁。在巡行过程中，信徒会点燃鞭炮，并在路上撒谷物或盐以驱邪，形成独特的宗教风俗。在现代社会中，保仪大夫的信仰不仅限于宗教层面，还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与社会角色。作为地方文化的象征之一，保仪大夫的信仰活动能够促进社区的团结，增进居民的互助合作。许多保仪大夫的庙宇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庙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传统，通过庙会和祭典活动，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民间艺术，如舞龙、舞狮、北管和南管等。此外，庙宇还是地方上举行传统节庆的重要场所，对于维护和传承台湾的民间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生活中，保仪大夫的信仰也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慰藉。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民众透过参与宗教活动来寻求心灵的平静与寄托。保仪大夫的庇佑信仰使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信心和希望，成为生活中的一股力量。保仪大夫的传说和信仰在台湾的发展，既反映了当地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也展示了神明信仰如何与地方文化、历史背景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宗教习俗。从忠勇的军官故事到护海渔民的神迹，保仪大夫的传说不仅丰富了民间文化，也为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心理的慰藉。在现代社会中，保仪大夫的信仰仍然活跃于各地的庙宇和社区活动中，成为台湾民间信仰的重要一环。这些故事、信仰活动和祭祀习俗的延续，使保仪大夫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丰富和演变，使其信仰在台湾的宗教文化中占据住不可或缺的地位。保仪大夫信仰在台湾的发展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这与各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有密切关联。在台湾南部，尤其是云林、嘉义、台南等地，保仪大夫信仰普遍盛行，其庙宇和信众分布广泛，并且与当地的民间风俗紧密结合。在云林地区，保仪大夫的庙宇分布密集，信仰活动活跃，当地居民对于保仪大夫的敬仰体现在每年例行的庙会和祭典上。这些活动不仅是宗教上的仪式，还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交流的机会。庙会期间，常见阵头表演、北管戏、布袋戏等民俗艺术。这些表演不仅增添了节庆的热闹氛围，也使信仰活动更具吸引力。在嘉义和台南，保仪大夫信仰的庙宇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网络。这些庙宇之间不仅有信徒的联谊活动，还有神明间的莲香或分香仪式，显示了庙宇之间的密切联系。保仪大夫作为玄天上帝护法神的地位，也使其在这些地区的玄天上帝庙中占有一席之地。嘉义的北港朝天宫和台南的各大宫庙常会举行联合祭典，吸引大量的信徒参与。保仪大夫在台湾民间信仰中的象征意涵丰富多样，除了被视为驱邪避煞的护法神明外，还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解读。由于传说中保仪大夫前身李文忠的忠勇事迹，使他成为正义与忠诚的象征，这样的形象符合民众对于忠臣良将的崇拜，
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忠孝节义的重视。保仪大夫的忠勇形象激励住信徒，在面对社会压力或个人困难时，能够坚持正义，捍卫家庭和社区的安全。对于许多信徒而言，保仪大夫不仅是驱邪的神灵，还是一位心灵的守护者。信徒们相信，保仪大夫可以驱散心中的恐惧和烦恼，带来内心的平静与安定。这种心灵层面的信仰使得保仪大夫的崇拜超越了宗教仪式本身，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保仪大夫在台湾的信仰持续稳定，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社会现代化带来的宗教信仰式微和年轻一代对传统信仰的漠视。此外，都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庙宇活动的参与人数下降，祭祀习俗逐渐简化。随着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越来越多人选择西方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这对传统的保仪大夫信仰带来挑战。如何使保仪大夫的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保持其吸引力，是庙宇管理者和信仰推广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在面对现代挑战的同时，保仪大夫信仰也有着创新的可能性。例如，庙宇可以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和宗教旅游的结合，来促进信仰的传承。庙会活动的现代化转型，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表演艺术结合，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同时，透过数位媒体的推广，如直播祭典和线上祈福活动，也可以扩大信仰的影响范围。除了台湾本地，保仪大夫信仰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力。随着台湾移民到世界各地，保仪大夫的信仰也随之传播，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保仪大夫常见于华人庙宇中，当地的华人信徒大多是从中国南方或台湾移居而来，保仪大夫的信仰随之传入并逐渐本土化。在这些地区，保仪大夫的神格常与其他地方神明并存，共同守护社区的安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台湾的庙会活动和宗教文化开始与海外的华人社区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例如，一些保仪大夫的庙宇会组织海外巡礼活动，并与当地的庙宇进行莲香仪式。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文化交流，也加深了海外华人对台湾民间信仰的认识与认同。保仪大夫的传说和信仰在台湾及海外华人社区中有着深厚的根基，显示出其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从忠勇护民的神话故事到当代的心灵慰藉，保仪大夫的形象不断丰富并演变。尽管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些挑战，但透过文化创新与宗教传承，保仪大夫的信仰依然充满活力。未来，保仪大夫的信仰需要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积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透过多元的文化活动、跨界的宗教交流以及科技手段的应用，保仪大夫的信仰可以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台湾民间信仰及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这种融合了传统与创新的信仰模式，不仅有助于保仪大夫信仰的永续发展，也为台湾的宗教文化多样性注入新的活力。保仪大夫的传奇故事和宗教意涵，已经不仅仅是信仰本身的象征，更是台湾及华人社会集体文化记忆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仰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元素，适应社会的变迁，并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守护着信徒的心灵与生活。